你觉得现在的暗区突围是越来越火，还是在逐渐走低？看完这个视频，或许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从不被人看好到1年拿下全球1个亿玩家，暗区突围走出了一个新的赛道。然而近年来，伴随游戏是要走休闲路线还是硬核路线，两派人员争论不休，让这款游戏越来越深陷舆论的风波中。此外，就是三角洲热度逐渐攀升，暗区突围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。那么，曾经的国产手游搜打撤之王，为何会被三角洲行动快速赶上并超越？关于暗区突围的首次曝光，自然是2021年8月的那场 China Joy 展会。在会上，腾讯首次对外公布了这款手游，提出携带物资突围的核心玩法，并打出真硬核射击手游的口号。其实，国内的搜打撤产品暗区突围并不是第一款，早在前1年，网易就推出了超凡先锋，只不过那款游戏在前期主打海外市场，对于国内市场的宣传力度不及暗区突围。另外就是暗区突围在宣传后，立马就开启了内测，通过不间断的测试打响游戏知名度。如2021年8月开启的先锋手册，其中北部山区和农场成为了玩家激烈争夺的区域。11月再开启冲锋测试，新增前线要塞地图的室外区域。到了次年1月，开启新锐测试，加入了组队平台，上线多把武器和面罩、眼镜等装备。5月开启最后一次终极测试，新增封锁区模式，上线高级地图电视台，并在7月带着1500万的玩家预约数，开启了暗区突围的全平台上线。这一套组合拳下来，基本就没有让玩家久等。当然，除了不间断的测试，暗区突围之所以能傲立群雄，自然是离不开一直宣传的硬核定位。通过头部、胸部、腹部、手臂、大腿等7个部位，以及疼痛、饥饿、肢体损坏等12种身体状态，外加治疗不同负面的各类药品，构建起一个相对拟真的身体反应。这种高拟真加硬核设定的手游，在此前的国内市场中是不多见的，这也就带来了一众想要尝鲜的用户，以及原本的逃离塔科夫玩家。这些都为游戏开了一个好头，但彼时的众人和官方又何曾想过，高拟真加硬核的定位对于手游产品，居然是一把双刃剑。2022年7月13日，暗区突围宣布全平台上线，同步进入到 S1赛季。不知道如今的你还记得是哪个赛季入坑的吗？凭借此前的游戏热度，上线后的短短1个小时便登顶 App Store 免费榜第1。首日玩家活跃数突破100万，大量主播和多个职业战队加入其中，这是无数人梦的开始，也是那个回不去的夏天。如今再提起 S1赛季，最让人难忘的除了回忆，还有那高爆率和超强人机。在别的射击游戏中，说你的队友是人机，那是在骂人；但是在暗区突围的 S1赛季中，说队友是人机，绝对是一种好话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当初打要塞水渠和电视台时，人机的数量可以用源源不断来形容。它数量多也就算了，刷新的还快。就算你蹲在一个地方不动，他们也能朝你的地方疯狂灌雷。不开玩笑的说，那时候打真人比打人机还好些，但那时候大家都比较有新鲜感，虽然难打，可一旦撤离成功，那份成就感也是后来赛季不能比的。在整个暗区突围的赛季史上 ，S1 存在的时间是最长的，足足有半年之久。但是严格的说，它应该分为2个部分，因为中间还穿插了一个9月份的公测，上线了女性角色，电视台北部新增多个区域，还加入了科特、罗尔夫、伯纳德、马丁3位首领。经过了半年多的 S1赛季，游戏在2023年1月上线 S2赛季，也就是军港行动版本。其中最大的内容当然是新地图军港，以及首领德尔文潘和后来上线的首领玩法军港风暴。也正是从这个赛季开始，老鼠逐渐开始昌盛起来。经历过的老玩家应该都还有印象，其实老鼠早在内测和 S1赛季就存在。以 S1 来说，那时候爆率高，外加人机太逆天了，老鼠不激动起来，分分钟被炸飞，所以大家基本就是摸一点就撤。到了 S2赛季，那就是真正属于老鼠和热成像的天下。S2 整个赛季维持了3个月，之后就进入到4月版本 S3赛季黑门、北山禁区、台风和电视台2层相继开放。暗区突围也凭借这几个赛季的积累，用户数正式突破5000万。除了游戏本身数据的节节攀升，游戏外也基本都有暗区的影子，各路玩家到处整活搞抽象，许多视频都有玩家刷梗的弹幕，如暗区魔怔人玩暗区导致的等等，促使游戏不断破圈吸引外来用户。可以说早期暗区的玩家粘合度真不是一般游戏能比的。再之后就是7月的 S4赛季破晓纷争，9月的 S5赛季地下法则，12月的 S6赛季混乱狂飙，并由此进入到2024年1月上线 S7赛季导火索，4月的 S8赛季代理人，7月的 S9、9月的 S10和12月的 S11，并进入到今年的2个赛季，分别是3月的 S12赛季和6月的 S13赛季。其中有几个赛季我印象非常深，比如在 S4赛季中，当时北山有个漏洞可以卡到外面去，只要不碰到树能滑很长，那时候经常跟朋友一起出去滑滑梯。还有就是 S7赛季的皮肤，先是联动了李小龙，后又推出了首条裙子金戈铁甲，至今我都觉得这个皮肤最好看。再之后就是 S9赛季，这个赛季也是因为皮肤，因为联动奥特曼，全网争议非常大，对此我就不评价了。反正到了今年，暗区突围的各种争议是越来越多，尤其是三角洲推出后，伴随暗区突围是走硬核路线还是走休闲，争论不休。对此我的个人看法是，暗区突围这2个方向都走不了。
优化、手感、外挂、服务器等这些问题，或许是其他游戏的主要矛盾，但是压在暗区突围头上，只有一座大山，那就是做休闲还是做硬核。从目前这几个新赛季的调整来看，官方是有意向轻量化改变，但如此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，那就是老玩家的基本盘怎么办？暗区突围凭借高拟真硬核吸引一众用户，如今你让他去学三角洲的休闲，那老玩家肯定是不愿意的。但是不改变的话，又没有新人能适应下来，这就是目前游戏的最大矛盾点。说白了，无论学还是不学都有问题，那就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吗？其实还有第三个方向，那就是全都要，即保留老玩家想要的硬核沉浸感，又推出适合轻量化玩家的休闲内容。这就是暗区突围未来的主要方向。根据117所透露的信息，低压力的丧尸模式在开发中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讨巧的方向，也只能这么走，才不会改变暗区的基本盘。不过传闻隔壁的三角洲也打算推出丧尸模式，这就真的很有意思，就看接下来谁能撑过市场的考验。其实在我看来，目前的暗区突围和三角洲都不能算得上是一款好游戏。三角洲够爽，就是策划各种骚操作，暗区突围策划相比之下就好很多，但是游戏的框架又限制在这里。如果二者能取长补短，那我觉得就是真正的好游戏。